为什么我们这么努力，还是赚不到更多的钱？而有些人好像越做越轻松，收入也越来越高。这样的问题，相信很多人都想知道答案。其实真正的问题不一定是不行，而是有些关键的地方可能没注意到。我将会从6个点来讲清楚这背后的逻辑。只要有1、2个地方做对了，赚钱的速度很可能会和现在完全不一样，收入就可能开始明显拉开差距。我们一个一个讲。第一点，你要知道钱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很多人一说到赚钱，第一反应是我要更辛苦一点，我要多干一点，我要更拼一点。但其实钱不是因为你辛苦就一定会来的，钱真正的来源就4个字：价值交换。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别人愿意把钱给你，不是因为你累，而是因为你对他有用。如果你做的东西没有价值，不管你做得多么辛苦，别人是不愿意给你钱的。所以要做有价值的事情，比如说帮别人解决了问题，帮别人节省了时间，或者给公司带来了更好的结果，更多的收益，这些其实都是价值。所以能不能赚到钱，核心就一件事，你有没有在创造价值。可以换个角度问自己，不要老问我今天累不累，而是问我今天到底创造了什么价值，我替谁解决了什么问题，因为有我，什么事情变得更好了。如果这些问题你能回答得越来越清楚，对赚钱这件事的理解就会完全不一样。钱不是凭空来的，钱是跟着价值走的。越能给公司、给客户、给别人带来实际的帮助，钱就越有可能流向你。但如果再往深一点看，为什么有的人能赚得更多？其实也很简单，解决问题的大小，创造价值的多少，决定了能赚到多少钱。解决问题的能力越大，做的事情越重要，影响越大，当然创造的价值就越高，自然拿到的钱也就越多。但很多人卡住的地方就在这里，一直在重复做同样的事情，没有新的积累，也没有新能力的提升。10年反复做同样的事情，好像是阅历增加了，但能力其实并没怎么变。这不是10年的经验，而是一个经验用了10年。在这种情况下，老板为什么要给你升职加薪？所以如果你想赚更多的钱，不一定非要一下子做很大的改变，可以从很简单的事情开始，每天学点新东西，多理解一点，多会一些，不断的提升自己，让自己一直在变得更值钱一点。哪怕一天进步一点点，时间拉长了，你能做的事情更重要了，能解决的问题更大了，钱自然也更容易流向你。第二点，你有没有专注力？先跟你讲一个很经典的小故事。当比尔盖茨初次结识沃伦巴菲特时，作为东道主的比尔盖茨母亲让他们分享成功的那个最关键因素。盖茨与巴菲特不约而同地给出了同一个答案： Focus， 专注力。从这个小故事其实就能看出来专注有多么的重要。但很多人最大的问题其实不是没有机会，而是太容易被分散，一会儿想做这个，一会儿又刷视频，今天学剪辑，明天学写作，后天又想做电商，结果就是每样都碰了一点，但没有一样真正做出来。你会发现，真正能做出点成绩的人，不一定做得最多，但往往是选了一件事，然后一直做下去。那普通人可以怎么做呢？你可以给自己定一个很简单的规则，在一段时间内只做一件主线的事情，比如接下来3个月就专心提升一项能力，哪怕就是一个方向，不要老换，哪怕不完美也先做下去。比起到处试，专注一件事情更容易真正看到结果，而很多时候收入的差距就是从这里慢慢拉开的。但方向选好了之后，接下来最关键的一点是，你能不能一直做下去？这就是我要讲的第3点，有没有真的持续努力？这句话听起来很普通，但很现实。很多人会觉得自己已经很努力了，但如果你仔细想一下，你是不是忙一阵停一阵？今天很有干劲，过几天又放松了。赚钱这件事有点像健身，不可能练1-2天就有肌肉，中间断断续续练，
效果也不会好。想赚钱也是一样的道理，不是哪几天特别努力就行了，而是有没有一直在做。很多人收入上不去，不是因为不努力，而是没有持续在做一件对赚钱有帮助的事儿。今天学一点，过几天就停了，换个方向，又重新开始，这样其实很难产生积累。但如果你能稳定的做下去，哪怕一开始变化不大，慢慢也会发现你做事情更熟悉了，效率更高了，能接触到的机会也更多了，收入自然就容易往上走。第4点，做的事情是不是太容易被替代？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你明天不干了，公司能不能很快找到人顶上？如果答案是可以，那收入很难有明显提升。那该怎么改变呢？不用一下子变很厉害，你可以做2件很实际的事。首先，在原来的工作上往深一点走，别人只会操作，你去搞懂为什么这么做。别人只会执行，你试着多想一步，还有没有更省事更有效的方法？除了往深处多走一步，再考虑一个加分能力，比如说表达能力或者带事情的能力。你会发现有些人不一定最厉害，但他说得清楚，能把事情扛起来，更容易被看到被信任，自然也就更容易拿到更好的机会和更高的收入。接下来讲第5点，你是不是一直在用时间换钱？就是你工作1小时才有1小时的钱，一旦停下来，收入就停了。这其实是大多数上班族的常态。为了可以挣更多的钱，那怎么办？你可以从一件很小的事开始，把你会的东西变成可以重复卖的东西。比如你在公司做过很多汇报，可以整理出一套自己的模板。你会做饭，可以拍简单教程。你有工作经验，可以整理成笔记，分享经验和方法。这些都是可以获得收益的渠道。慢慢你会发现，你不再只是靠出时间赚钱，而是开始有一些不用一直花时间也能带来收益的方式。第6点，你有没有开始接触投资？这里说的投资不是让你去冒险，而是一个很基础的认知。只靠工资是很难慢慢变有钱的。你会发现很多收入更高的人到后面都会有一部分收入是钱在帮他赚钱，也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被动收入。比如沃伦·巴菲特，他很早就开始投资，而且长期坚持。但对普通人来说，不用想得太复杂，你可以先从很基础的开始，先养成存钱的习惯，再慢慢了解一些稳健自己看得懂的理财方式，不盲目跟风，也不碰自己不理解的东西。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复利，简单理解就是你赚到的钱继续帮你赚钱，时间越长，它的效果就越明显。所以慢慢你会发现，当你有了一些积累之后，收入就不再只是来源于工作，而是开始多了一条钱生钱的方式。投资的本质从来不是一夜暴富，而是让你的钱不要一直停在那里，让它随着时间慢慢长大。最后总结一下，为什么有的人赚不到更多的钱，而有的人却能越赚越多？不外乎就是这6点里面的一个或者几个。第一，就是钱从哪里来，这是一个认知问题。第2，专注力，方向问题。第3，持续努力，执行问题。第4，不容易被替代，这是能力问题。第5，不只是用时间换钱，这是一种升级方式。第6，投资，这是一个挣钱的放大方式。要想赚钱，其实不只是努力的问题，而是要从这几个方面来思考。你有没有真正理解钱是从哪里来的？有没有选好一个方向，并且专注去做？能不能长期坚持下去？你有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提升自己，让自己的能力越来越值钱，让自己变得不那么容易被替代？有没有从只用时间换钱，慢慢走到有其他收入方式？是否开始让钱帮你去赚钱？当然，这些事情不是1天2天就能做到的，但坚持做一段时间，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就会慢慢拉开。你也不用一下子改变很多，你只需要先做好1件或者2件就够了。从这6点里面找1、2个你现在最缺的，开始慢慢去调整。时间久了，你会发现赚钱这件事儿
不再只是拼辛苦，而是有方法、有路径。慢慢的，你也会走到一个不太一样的位置。如果今天这期内容对你有一点点帮助，麻烦帮忙点个赞。你们的点赞就是我做干货内容的最大动力。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谢谢观看，我是露西，我们下期再见，拜拜。